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大 S 事件能给我们带来哪些认知。因为我这边是国内夜里的时间，也就是说在第一时间推出他有这种小道消息的时候，我还看了新闻，张口我还就骂了这个人，我说这大过年的，你说这有的媒体真的怎么能这样子哈，能咒人的。后来到国内白天的时间才得到证实，在我们这边已经是下午晚上了哈。对于我自己来讲，我觉得是非常的。就是很难去接受的，而且觉得真的是属于太突然了，而且就是在我的心中，我还等着他翻盘呢。我们这一代人是看着他成长起来的，那么我们80后留学生上课的时候，这个都在挂着线去下台湾各种有意思的这样子的综艺节目。当年台湾的综艺节目是真的好看，就是真的是我们下饭必备的，包括这几天大 S 事件之后，我还有回看他们之前主持的什么娱乐100%呀，包括小 S 康熙来呀，请他们那个姐妹趴，就是那一期节目，我都真的是就好像就是前2天才看过，当年就那一期节目，他请的姐妹趴一起到小 S 的节目里面去做访问嘛。所以说大 S 这个人虽然说咱们不认识人家大明星，但是总觉得跟他很近，尤其小 S 大 S 他们本身也不是说属于那种非常的高高在上哈，就是他很亲民的一种明星。生活为人我们不评价，但是作为明星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大 S 给我们带来了快乐。我对他的意外的这种急速的离开，我思考了几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他和我妈妈的性格非常的像。我妈妈是天蝎座，她是天秤座哈，天秤座天秤座。那我是金牛座，但是我身边有好多天秤座的姐妹闺蜜好朋友，很多好朋友都是天秤座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天秤座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女性，她们都很要强、善良。非常善良，所以开始说大 S 这了那了，其实从我的生活经验来讲的话，我是不信的，因为我认为天秤座很正义，非常的正义，然后非常的好强。他这种好强呢，是表现在给外人看的这一面。所有的我身边的天秤座女孩都是这样子。其实你跟他们相处时间久了，你会发现他们是会有很柔软的内心的，就是他的内在是柔软的，但是他外面这个壳是很硬挺的。他希望别人看到自己最美的一面、最好的一面，甚至有夸大自己外在的这个能力的这一块哈。就比如说大 S 写了《美容大王》这本书，然后在里面他有强调自己这个为了美白不惜付出很多代价哈。综艺节目里面讲自己为了减肥怎么着，希望从他这件事情之后呢，让自己得到一种释放。就是人活着并不是为了展现给别人看，当然我知道，就是天秤座的女孩，她们要活出精彩。他们希望自己是精彩的，他们对生活的处处都是有要求的，不要太过于严格的去要求自己。我们还是需要有放松的时间，有放松的机会。那我相信很多像他这种性格的明星，他要比一般人来讲的话，就是更紧、更卷，对自己要求会更高。不仅对自己要求高，他对他所爱的人要求会更高。我发现天秤座的女孩，她希望她身边的人都好，不管是她的家人、她的孩子、她的朋友，她对他们都会有严要求。我妈妈得了这个抑郁症之后我就对这个精神状态、对身体的影响特别的关注。我相信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问题，包括我自己在紧张的状态，身体状态也会变得很糟，乱七八糟的，就是或者老毛病就会出来了，真的是这样子。精神状态在我们的人体的健康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应该是第一个作用。那么第二个最重要的作用，或者他们俩并列第一的作用，就是你的肠胃。所以放松，少吃属于你的食物。我认为这是养生最根本的、最基础的，而不是说无限的去寻找什么东西能治病，什么东西吃了更营养，什么东西用了更年轻。第二点呢，就是情感对他的伤害。我认为大 S 是很爱汪小菲的，起码是在他们谈恋爱和婚姻当中，因为他们是闪婚，所以所有的爱情都积攒在他们有了孩子或者是他们成家之后。这种性格的女孩，她对自己有要求，所以她也会很作，她会对别人对她的反应和回馈也是有要求的。从他的这么巨大的在情感中的这种改变来讲的话，我认为他是非常爱汪小菲的。他作是作，他就是这样子的人，你知道吗？起码你看他为了怀孕，他又从吃肉，但是呢，他又是特别要面子的人。我认为如果他不是个明星他们俩不会离婚。她是能把这个苦吞下去的女人。她在生老二的时候都已经知道她老公在外面这个花花世界了，但是她能忍这么久，忍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忍不下去了？我认为这个是来源于外在的压力。有时候女性就是这样子，报喜不报忧。为什么？这个忧慢慢就被我们自己给磨了，就能被
这种强势的女性给吞噬掉。不要以为强势的女性就完全眼里容不到一点沙子，这个沙子取决于外人是不是看得到。后来我听我身边的从北京来的姐妹们就说啊，汪小菲他们这类人哈，没有办法，他要赚这个钱，他只有在这个生活状态中，他身边不仅仅是他，身边充满了各种的诱惑，这个诱惑有可能是他周围的男性带来的。哥们儿是这样子的，那我就是很自然的在这个环境中，我也就能接受了啊。毕竟我们中国是一个贫富悬殊很大的国家，大家要考虑，尤其是在上海、北京、北上广这种一类城市，这都不由我去多讲了吧？咱们在视频中还是正向的，就这一类男性哈，有无数女人往上扑，逢场作戏也罢，啊，你说是真情流露也罢，这种日子啊，应该是，大 S 之前都想好的。他以为为这个婚姻付出的一切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那他就太傻了。我觉得汪小菲这个问题他能不能解决，我觉得一定能解决，只是时间问题。第二任的这个太太，她有可能一样会面对这个问题，但是好在呢，大 S 的离婚这个情感上对汪小菲也是有很大的打击的。我认为汪小菲对大 S 也是有爱情在的，男人出轨是真的跟爱情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所以我认为汪小菲对大 S 也是有真情的。那么二太太就捡了一个便宜，有可能她的受的这个教育哈能够改变汪小菲，但是我觉得也未必。环境嘛，环境才是塑造人的大染缸。这个出轨这件事儿呢，如果要被别人知道，那就是一个面子上的事儿了。这么要面子、这么要形象的一个女人啊，而且她是个公众人物，她不可能不离婚。她可以作，但是她不允许所有人看到她的绿帽子。再加上汪小菲这边有一个强势的妈妈，那边又有小姨子跟丈母娘，家庭对婚姻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巨大。我认为他们两个人是有真爱的，两个人相互之间都是有真爱的，有真情在里面的。他们从相识、闪婚到完全你侬我侬的融入到婚姻，有2个孩子，虽然里面肯定有不如意、有不满意，但是他们是因为有这份感情一直在糅合着他们，让汪小菲可以解决两地的距离，让大 S 可以忍受这么长时间的绿帽子。为什么我认为大 S 是对汪小菲有真爱呢？就是因为他之后又闪婚嫁给了具俊晔。我们都是女人，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情感会很快的转变吗？也许他在这段婚姻中，他无处去诉说情感的时候，可能连他妈连他妹都不知道这个汪小菲出轨的时候，也有可能第一个人知道的就是具俊晔。这是女人在柔弱的时候、无处诉苦的时候，或者需要一个肩膀的时候能够靠一靠的人。也就是他闪婚给具俊晔，我觉得大 S 一定是很爱汪小菲的。这个情感的婚姻的折磨呀，这对于女人来讲就像一个大坑一样，就从万丈深渊中往上爬的过程，对精神和你的身体的消耗是巨大的。在整个的这么些年的折腾中，后面又看到一些反目为仇，媒体不断的这种炒作加温，真的就是吃人血馒头的，就是魔鬼。我说媒体是魔鬼，那么之前的媒体还有被监控，你还可以告一告他，对不对？实在说的太过分，还可以告一告他。现在这种各种自媒体，这种小鬼才更恐怖。我也不能算大小 S 的粉丝，但是就是会有一种这种亲密感。大 S 走的那几天，我说实话，心里面是一种揪的这种状态，难以置信的这种感觉，或者是就觉得同为一个女性，最后这个结果的一个不甘心。大 S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带来的快乐。无论如何，你都曾经有这么漂亮、这么美丽的人生。我也希望汪小菲和他的第二任太太能够善待孩子，善待他们。